讲你会怎么收音，然后我会怎么收音？我会用这个收音，对不对？我是说跟参加者，你7点半开始好，参加者。我们还要再等3、5分钟吗？说这个好吗？很定得吗？他好，拿定蛮快，然后可能他很碰我的路哦。啊，但是你要拔线啊。来，我来。小心他的脚，他的脚在锁死的。会不会什么脚的？不会，倒是不会。空间稍微有点狭小，不好意思。是的。好，那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我们要17个人。好了，差不多了，那就开始吧。我们要先介绍网络自由小聚吗 ？Rock 可以介绍吗？好，网络自由小聚是几年前，2019年开始的活动。在这边收比较好。2019年开始的活动，然后它是国外的一个活动，主要在讨论就是跟网络自由相关的嘛，然后还有很多跟数位上的权利相关的。所以我们 OCF 开放文化基金会就跟社群们一起合办这个活动，那每个月的礼拜四，每个月的第3个礼拜四都会办一次，然后大家就可以透过网络上面的群组跟我们讨论这些相关的讯息，加入群组来讨论，或者是定期来参加活动。那我们每次讨论的主题都蛮丰富的，从那个各种网络上的监控啊，还有网络变断线，像今天讨论这个海缆断掉的问题，最近蛮夯的，我们已经讨论好几次，然后今天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研究，会请2本跟我们分享一下。对，就这样。好，那欢迎大家就是每个月来参加网络自由小聚。那我们除了讲海缆以外，还会讲很多跟网络自由有关的议题，像是法律啊、政策啊，或者是最近有什么就是跟网络自由有关的研究啊，然后专案啊，然后还是什么当红的话题。像这个月当红的话题，可能就是那个社会秩序维护法嘛，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聊这个的话，我们可能下个月也可以来聊聊相关的话题，这样子。然后下个月要讲什么，我们可能会在最后大家再来一起来讨论下个月的主题是什么，这样子。那海缆，今天这个海缆断光会怎样？其实是延续了我们去年5月的上一场，就是一样是在网络自由小聚。去年5月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讨论过海缆断光会怎样的同样的主题，然后就是后续就有了这个研究跟就是现在目前的这个进度。好，那我回到投影片来，那大家可以就是从 Slido 1936990去留下问题，就如果我们最后 Q&A 的时候，就从 Slido 上面去看看，就是有什么问题。所以包含就是大家在荧幕前看直播的朋友，也可以在 Slido 上面留下问题，然后我们就会就是最后就会一起回答这个问题。然后也希望大家帮我看一下说，今天的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啊，或者是还有什么可以再进一步做的东西啊，或者是你的一些疑问啊，或者是你有什么提议或者什么建议这样子。那我们最后这个研究还会再继续到大概6月，会继续持续到6月左右。那我们就会再把这些东西再放到接下来我们会产出的其他的成果里面。好，那我们再下一页。好，那我先自我介绍，我是 Irvin，那我是开放文化基金会，目前是开放文化基金会技术顾问，然后是在做这个海缆专案、海缆研究的这个专案的研究员。好，那我们这个专案，这页怎么没有 ISF？我们这个专案是经过 APNIC Foundation、ISIF Asia 的这个资金赞助，这个经费赞助的专案，从去年10月开始，然后会一路执行到今年的6月。然后大家如果去年有来参加过我们前一次的海缆网络自由小聚的海缆相关的议题的讨论，或者是有参加年初的去年的 RightsCon 啊，或者是去年中的 OC Coast Cup， 然后 G0B 的大松，都知道说，就是我一直有持续的在做这个议题的相关的提议跟就是专案。那这个目前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那个专案的，就是更进一步经过 APNIC ISIF Fund 的赞助之后的阶段性的成果。好，那
顺便介绍我们这个场地。那我也是魔之公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场地社群空间魔之公聊社群空间的其中一位志工负责人。那我们这个社群空间是由Mozilla 台湾社群，就是 Firefox 的使用者社群，然后大家都是志工一起支持，然后提供给就是一起租下来，然后提供给所有跟开放文化相关的活动可以来免费使用。然后平常的话大概就是每个礼拜会有 Mozilla 的聚会、维基百科的聚会，然后每个月会有开放截图的聚会，然后还会有CCon 的聚会，然后一些相关的社群的聚会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有要举办一些像是开会啊，然后或者是 meet up 啊相关的，只要跟开放文化有关的活动，开放政府、开放资料、开放原始码、开放授权、开放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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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的活动，都可以来免费使用这个场地。好，那我们在魔之公聊这个场地已经11年半了，那我们也在前一周刚公布我们这个场地的就是成果报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成果报告，有就是我们整个故事跟整个历史，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资讯，更多的一些资讯。好，那如果想要来使用这个场地的话，可以看行事历，行事历上面有的活动都可以自由的来参加，然后也就是欢迎大家来访，也欢迎就是荧幕前面看直播的朋友就是来访。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7点半到10点都固定会是就是 Mozilla 跟维基百科志工们的聚会，就是总之礼拜五晚上你要是有空，那你就带着你的晚餐一起来这边聊天。然后如果你有什么东西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时间来，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一样在开直播跟大家分享这样子。好，那我自己是前端工程师，是被 AI 取代的前端工程师，我大概做了10年的前端。好，那相信YT 是断的，哦，现在好的，现在是好的，哦，好，那相信就是会来参加这个活动的，大家应该对海缆都有些概念吧？我们不需要从就是大家上网是从就是你的手机上网是从手机连到中华电信的基地台之后，然后再透过光纤走到海缆，然后再到国外去。这个就是我们应该不用从就是最基础开始讲起吧？我们直接跳入就是细节。就当下海缆段的是7788，就是现在有7条是坏的，8条是好的。然后其中大部分都是因为去年12月25号在那个宜兰外海的那个地震，其实从23号开始就开始有就是一连串的地震，然后25号那一次是最大的。在左下角这张图，我记得是规模7，然后它其实深度蛮深的，它深度是72公里，但这一场地震就是加上前后的就是前震跟余震，加起来就直接震断了，就是我印象中是7条吧，6条。就是现在那个大家看海缆地图的右边的最前面的这些全部都是这场地震所相关的，然后甚至连最新的那个就是 Google 弄的那一条 Apricot， 就是它是去年下半年才开始营运，而且才营运了一半，就是营运台湾以北的部分而已，连那一条都断了，就是才通了可能不到2个月就断了这样子。好，那目前当下海缆是断的7788嘛，所以，然后海缆中断的这件事情，其实是从大概印象中是大前年开始吧，那个马祖断网之后才开始被大家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然后去年就发生了很多，前年底的那个北台湾的那一条被哪一个渔船，然后不是哪一个，被一个货船勾断，然后去年初 RiceCon 的时候，1月多的时候，北台湾有一条被断，然后去年中澎湖那边被断，就是海缆的议题，在这2-3年才忽然就是大家才忽然注意到说这是一个网络使用上的就是一个瓶颈点，一个弱点这样子，所以我就开始在G0V 的韧性松开始在想，就是说海缆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就是身为工程师，我身为网络工程师，我知道如果海缆断光了，那一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可是我没有办法，我要怎么样才能说服大家说这个东西是这么严重的问题，然后需要注意，我们需要想办法，需要先准备。所以我就有这个研究的构想，就是我要来
怎么样去量测说，假设海缆全部断光了，到底有多少东西会被影响到？这样子，这是我这个研究的一个背景。好，那就断光了会怎么样嘛？我刚讲的，2023年11月4号第0次数位韧性松，我们就开始做，就是这个题目，然后就在那个韧性松就开始写一些就是简单的 script， 开始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测试某个网站在海缆断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动，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东西，我后来2、3次大松做完 prototype 之后，就把它放在 GitHub 这边，然后接下来从前年底就开始试着去就是提案，说我想要再把这个东西认真的，就是用 full time 的方式把它认真的做完，然后去彻底的去完成这个工具，然后去完成这个完整的评估，让大家然后去收集资料，然后让大家可以知道说，就是如果假设海缆真的断了，那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然后从前年底一直到去年中，我们就有4处去提案，然后最终就是在去年10月获得 APNIC 这个 ISF Asia 这个经费的赞助，就开始进行。好，那再回到刚刚这个画面，海缆真的会断光吗？有些前辈是说，就是海缆其实就不会真的断光，就是海缆断光会怎样，其实是个假议题。但我自己身为一个就是很长期的网络使用者，我从那个Firefox 1.0开始，我们就在做 Mozilla 的志工，然后在那之前，就是我们就已经在用拨接网络上网，在上 BBS 上什么。我身为这么就是可能超过30年的网络使用者，那如果就是你也跟我们一样，就这么久以前就开始用网络，你可能会有印象说，过去曾经有一场很严重的，就是海缆断掉之后的一个事件，是2003年的澎湖外，不是澎湖，那个垦丁外海的海底地震，然后造成当时就是台湾对外的海缆是断光的状态，只剩下我印象中好像只剩下1条吧，然后那时候2003年这一场地震所造成的这个海缆断光的这件事件，造成了整个亚洲跟美国的通讯是有障碍的，然后影响到当时的那个香港的股市交易，然后还有当时台湾对外的国际电话，然后还有就是网络，但当时因为2003年那时候网络还没有就是这么的普遍到就是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在上网，无时无刻都连接在网络上。所以当时可能就是一些做金融交易的人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平常就是有在用网络的人会感觉到有影响，但是假设如果就是现在我们那个宜兰外面地震，然后就断了就是778了嘛。那假设现在如果又有一场就是垦丁外海又刚好又有一场新的地震，然后把剩下的又就是下面的那边又震断了。那我们可能就真的只剩下就是2、3条或1、2条的时间，它可能不是断光，但如果我们对外的频宽这么的有受限的状况，就是这么的受限的话，就是对外大塞车，那基本上就是可能就会整个都塞住了，然后就或许就会是我们不想要发现的看到的状况。所以海缆断光不一定是战争或者是中共要封锁台湾的时候才会断光，也有可能是因为天灾的关系而断光。那我们的想法是说，那我们还是先知道说它可能的影响是什么样子，然后预先做好准备，然后这件事情可能发生的几率很小，但假设一旦会发生，那我们希望我们是预先有准备的这样子。然后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大家先做好准备，那把就是对海缆的仰赖尽量降低的话，那其实也可以减轻就是台湾对外频宽的需求，那就是也更不会网络塞车，或者是多断几条，可能也更不会有影响这样子。那这是我希望我们这个研究会后续可以有的效果。好，那断光会怎样？好，那我的测试目标，经过就是去年10月开始到现在的一些就是一些新的一些改善，一些就是修改。那我目前的就是在我目前的检测的工具已经完成的检测的部分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那我检测的目标是针对2109个台湾高流量的网站。那这个就是我要检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就是来测试哪些网站，然后我就找了一下说有没有一个清单列出所有就是台湾人会用的网站的。
然后结果最后其实我没有找到什么现成的清单，那我就一样就是在整理了来自这些这5个来源的网站，包含了 TranquilList， 然后 Cloudflare， 然后 SimilarWeb、SEMrush、Ahrefs， 就是这几个做 SEO， 下面这3个是做 SEO 的相关的平台，然后 Cloudflare 就是目前的网络基础架构的。就是 CDN 的公司，然后是目前的网络的基础架构。然后 TranquilList 是一个学术研究的一个计划，它整理了也是很多不同的来源，然后整理出了一个全球前100万的网站清单。那我从这5个清单里面综合起来，拉出了就是前2000个就是台湾的网站，然后全部加起来之后，就是总共有2109个网站。然后另外还加入12个就是手动指定测试的一些平台，像是 OCF 啊、Ccon 啊、G0V 啊之类的。然后这是我的测试目标。好，那我的测试的目标不是只有台湾的网站，而是台湾人会用的网站，所以包含了像是 Google 啊，然后 Gmail 啊这一类的平台也包含在这个 list 里面。好，那我的测试的标的是 Web， 就是网页。所以我的测试我不是针对 App 做测试。那虽然这2000个那个 domain 可能也有包含了 App 会用到的 domain， 但是我所测试的标的是 Web， 我没办法，我的这个结果没有办法用于评估 App 到底会不会动。好，那这是我的测试目标。好，那测试的环境就是一般大家在家里用的那个光世代 500M 的一般的网站，那基本上就是在我家综合区，然后还有在这里就是中正区。然后用的 DNS 就是预设的中华电信的 DNS 1688911，这是我的测试环境。那其实那个我的测试工具有把这些 log 记录下来，所以如果你回去也可以 fork 那个 script， 然后你就是在你家自己进行测试。然后如果你用的是其他的 DNS， 它也会 log 下来。好，那测试的方法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写了一个 JavaScript 的Node.js 的 log 的 script， 那它会叫出headless 的浏览器，就是它会叫出就是浏览器视窗，然后去连这个网站的首页，然后它会记录下就是这个网站的首页开启的时候所会打开的所有的资源，就是包含了那个页面，然后它里面所用的 CSS 啊、JS 啊、framework 啊、图片啊什么什么的，所有的资源全部记录下来。然后接下来我会先把一些不重要的连线筛掉，就是用那个 AdBlock， 就是挡广告的工具，把不重要的连线去掉。去掉之后，我会把就是所有的这些资源全部整理好之后，可能假设 A 网站打开之后，它去 request 了20个资源，然后我会把它整理好之后，发现它有来自于10个 domain，然后最后第3步我就会用 IPinfo 这个工具去查这10个 domain，然后看看说他们来自什么地方。IPinfo 会告诉我说它是来自台湾或来自美国或来自日本，然后我就把它全部记录下来之后，我就知道说这个网站首页打开的时候会连线到哪些国家去这样子。好，然后有些连线的来源是来自于公有的云端，像是 GCP、AWS 或 Cloudflare 这样子的云端。那这些云端我们可能不知道它确切的来源在哪里。IPinfo 告诉我说它是来自台湾，它可能它是来自美国，那它可能实际上是在台湾。所以针对公有云端，我又另外根据它的 request 的 header 跟就是 header 的资讯，如果他有告诉我说它是来自哪里，那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如果他没有告诉我它是来自哪里，那我就会去拼那一个连线的位置，然后去看它的那个回应的时间，然后去判断说它到底是不是来自台湾境内这样子。好，然后这个是针对一个网站的测试，然后我另外写了一个 script 是就是针对这2000个网站个别全部跑一遍这样子。好，那这是我的这个研究案的工具。好，然后如果碰到一些错误，我就会把它就是记录下来，然后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流程。好，那最后测试的结果就是，如果要告诉大家，就是一句话的话，就是如果海缆断光光，我至少有47%的台湾人会用的的网站会死掉，就那前2000个网站里面有47%会死掉。那我们总共有1800个网站是完成了跑完了整个测试，然后里面有862个网站有一部分的连线在国外，至少一部分的连线在国外，所以我们可以断言的就是至少有47%会死掉。好，然后另外那970个网站是所有的连线都在国内，那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就是比较能够承受就是没有国际网络的这个环境这样子。好，那
这个结果不代表什么。这个结果，我测试的标的是这个网站的首页打开的时候的位置，跟它这个首页所需要的所有资源。那这些东西都来自国内，不代表这个网站本身资料库在国内，这个网站的其他页面在国内，这个网站的 App 在国内，或者是它的网站可能是在国内的云，就是国内的 GCP 或者是 AWS 或者是 Cloudflare 在台湾的机器上，那也不代表这些机器也能正常运作。假设没有了就是全球的连线 ，GCP 还能不能正常运作？我们现在不知道，所以测试结果不代表这些，我只能断言说有47%一定不能用。那我不知道剩下的53%到底能不能用，这是我从我们使用者，就是从我们上网的这一端去测试没办法回答的问题。好，那刚刚有讲了，假设这些网站有一些东西是放在国内的云端上，云端的国内机器上，那假设这些国内的公有云，国际的云端服务在国内的网站，在国内的主机不会动的话，那就总数就会有89%的网站是有危险的，就是经过就是我的测试结果里面这1800个网站，大概只有就是10% 的网站是我觉得它可能会正常运作的。然后左下角有加上左下角有写说，就是目前的，就是大概几个大的公有云所相关的网站的数量 ，GCP 有710个网站是在 GCP 的国内主机有用到有710个国内网站，有710个网站用到了 GCP 的国内主机，然后有240个网站用到了 Cloudflare 的国内主机，然后117个网站来自 Amazon 的国内主机。然后 Akamai 是94，Fastly 33，微软是3个，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些公有云的服务到底在台湾对外断网，或者是台湾对外非常非常非常拥塞的时候，它到底能不能正常运作？假设这些公有云不能正常运作，那就会有90%的网站是就是不会动的。那基本上四大云就占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好，所以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可能我们使用者这边是没有办法知道说这些会不会动的，可能就要去问他们，或者是会希望这些就是云端服务能够告诉我们说，到底台湾对外如果塞车或者是中断的时候，就是会不会他们能不能正常运作？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数据分析，包含了像是国际云的资源位置，刚刚有讲GCP 有710个网站用到了 GCP 国内的节点嘛。然后如果我们看的是全部的网站，就包含那些就是我们假设它也不会动的网站的话，总共有1450个网站用到了 GCP 整个 GCP，然后里面的1423个从国内节点来，然后只有30个是从国外节点来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GCP 它的国内外的比例其实是完全大部分都在国内的，这蛮有趣的。然后 Cloudflare 就是一个7:3的状态，然后 Amazon 是4:2，然后 Akamai 也是几乎都在国内，然后 Fastly 其实国内又比国外少。那这个是分析所有就是整个1800个完成测试的网站的所有 request 的，我们去整理它的位置。好，然后还有一些像是国内的云端，国内云端、国外云端的采用率的状态。这1800个完成测试的网站里面，有90%使用到了国内的云端的资源，有4%使用到了国外的云端的资源。然后94%的网站，1800里面的94%的网站有呼叫到云端资源。所以就是几乎只有6%的网站是完全没有叫到我们已知的公有云的。然后非公有云的部分的话，就是1800个网站里面有1000个网站，它也用到了不是公有云来的国内的资源，有10%的网站用到了国外的不是公有云的资源，然后就是这个是再进一步的分析。然后有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这个测试清单不只包含台湾的网站，还包含了国际的服务，像是就是 Gmail 啊，或者是 Google Doc 这一类的国际的服务，但包含了这些国际的服务一起全部看起来，只有3%的网站是完全使用到完全仅用国外资源的，所以这可能就是CDN 这一类的，就是国际网络架构的这种服务的全球的效益。好，那根据就是我们这1800个网站的所有的 request 总计加起来有，我记得好像是1万出头个吧。
我们去看所有的 request 的话，看它来自哪里的话，那根据 ASN 去统计这些 request，然后可以看到就是三大云端 Google、Cloudflare、Amazon 各自是44%、16%、11%。那基本上只要解决了这三大云的韧性的问题，那我们就等于解决了就是3/4的韧性问题了。强化了这三大云的韧性，那我们就强化了这3/4的网络流量了。大家可以这样子来讲啊。然后另外第四大的是那个中华电信是8.5%，所以蛮有趣的。好，然后再去看公家机关的部分的话呢，如果我们看政府网站，我这个测试清单1800个网站里面包含了200个政府网站，然后其中只有19个网站有国外连线，所以政府网站的韧性其实是相对好的。那就是大概只有10% 的政府网站是有风险的，然后教育网站就是.edu、.tw 的话，则是16% 的网站，36个就是有国外连线。所以这个是我比较意外的一个数据，就是相对于所有整体的47%来说的话，政府网站其实是蛮好的。好，那如果我们针对.tw 网址去看的话呀，就是我那2000个网站的列表里面的前190个网站，因为后面全部都是从 Trunco List 来的，就全部都.tw。那后面190个以外的我先不管，我只看前190个的话。.tw 的总共有37个，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顶级域名就是.tw，没有.com、没有.edu 或没有.org 那种.tw 的顶级域名只有6个。然后这个有什么意思？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就是说，我们假设你用.tw 的 domain， 那它的 DNS 的主管是在国内，那它可能比较不会受到就是断网的影响。但实际上台湾人在使用的状态的话，从这个清单来看的话，其实.tw 大概只占了19% 左右而已。好，所以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就是鼓励大家都用.tw 来增加韧性，这可能不是一个很会通的方法这样子。好，那后续的研究，这个是目前我的研究方法可以收集到的资料跟一些简单的分析。那我们后续还可以做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包含了像是我在去年12月之前，其实我在 GNV 的大松所做的 prototype 有一个网页告诉大家说什么网站会不会动。那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是坏掉的，因为我现在收集了新的资料，但是我还没有去修这个页面。那我后续可能会去修这个东西。我是不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什么会动的网页？好，那过来这边就是海缆断掉时 OCF.tw 会动吗？1月14号测试的结果是会动，但是会动这个应该是错的，这个网页坏掉了，就是你看下面全部都是错的，然后这边也都没有数据。所以这个网页我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我要把这个网页修好，让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就是我测试的这1800个domain 哪些会动，哪些不会动，这是我下一个要做的事情。滑鼠。好，然后下一个要做的事情是 Anycast 的状态，我现在还没有针对 Anycast 的状态去处理。那 Anycast 的意思就是说，像是我的网站，如果我呼叫了某个资源，然后那个资源在 CDN 上面。它可能会是一个 IP 对应到很多台主机，或者是对应到不同国家的很多台主机，或者是一个 domain 一个网址，然后它会对应到很多台在不同国家的主机。那我现在没有针对这个 Anycast 的状态，还没有针对这个状态去做测试。那我的想法是说，或许我可以就是跳到国外去，然后再做一次一模一样的测试，针对这1800个网站做测试，然后去比对它的来源是不是有不同，然后或许可以有一些发现。好，然后第三个是我想到可以做的是可以分析第三方服务，就是网页的服务，像是网站都会用Bootstrap， 然后 Tailwind、React View。你如果叫 AI 生一个网站，它90%大概会用 Tailwind。那我可以先知道，我可以就是分析第三方的服务的在台湾的使用率是怎么样子，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哪一个服务特别的，就是被大量的使用，那我们需要特别去就是修复它，或者是要告诉就是国内的网站工程师说，你如果要用到这个东西，你要特别小心这样子。好，然后可以找出单点故障，就是最被依赖的境外资源。然后第四个可以做的是
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网站，然后去看看说是不是每个类型之间有不同的差异，然后或者是不同的资源种类，就是 script 啊、图片啊，然后 request 啊、字体啊什么什么这种不同的资源种类，去看看有没有就是国内外分布的差异。然后第五个是可以找出那些列出那些就是高流量，但是就是它不会动，它可能不会动的那些网站出来，然后它就是一个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对整个日常生活中来说风险比较高的网站，然后去就是就可以让这些网站去就是提醒他们去改善这样子。好，然后我的这个研究最后我还会再提出实务上的建议，就是会有什么建议可以去提升我们整体的网络韧性。哦，那这是我这个研究的后续。那目前的时程大概是我们大概3月的时候会有一场活动，会有一场活动去提出纸本的报告。我希望在3月的时候可以完成纸本的报告。然后在5月的时候，G0B Summit 的时候，我们会有下一场活动，去就是在针对后续的一些成果，然后再找更多的人一起来讨论。就是我接下来的2个时间点是3月跟5月。好，那在下一页嘞，我滑鼠回来。好，那下一个就是近期的活动，就是我们本周日有就是 G0V 第13次数位韧性松，那欢迎大家就是这个礼拜日下午可以报名数位韧性松，然后这个礼拜日下午一起来讨论就是数位韧性相关的各种专案。那除了我这个网站是不是在国内的这个网络韧性网站韧性以外，那数位韧性松也上面还有其他的专案，大家可以来玩 Mashtastic， 就是无线通讯啊，或者是这一个礼拜这一次的数位韧性松还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就是来接光纤。就大家如果想要就是一起来修光纤，我们这周这个月的韧性松特别有这个活动，可以一起来体验怎么样就是接光纤。就是如果就是大家可能过去有就是接网路线的经验，但你可能没有接光纤的经验，可以一起来玩这个。那下次当我们下次要去去那个 Occupy 立法院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拉光纤进去。越多人有这个能力，那我们就有越多的就是通讯韧性这样子。好，那下一场活动是 G0V Summit， 5月23、24号有 G0V 2年一次的双年会，然后它的投稿 deadline 到今天晚上11点59分为止。然后听说会有跟海缆有关，或者跟数位韧性有关的一个 track，所以大家可以去投稿。然后刚刚也听说会延后时间啦，所以假设你今天晚上来不及写，还是没关系啊。如果没有延后，你就是 loser。对，就是你可以先上去填个表，然后先把那个最基本的那个 title 先写上去就好了，然后 title 还可以加个 TBD 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5月23、24有 G0V 双年会，大家可以就是一起去那上面，然后一起去讨论通讯韧性、数位韧性相关的一些议题。好，那最新进度，就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这个研究的后续的最新进度的话，可以追踪海缆又被鲨鱼咬断了频道，这是我上个月开设的频道。那它现在 Facebook、Telegram， 然后还有 Mastodon 上面都有这个频道，大家可以去追踪这个频道。然后我们除了讲这个研究相关的议题，我还会分享就是我所看到的跟海缆有关的最新的状况，然后 Moda 那边的那个海缆网页有更新的状况。然后或者是相关的新闻，或者是国际上面的有一些相关的讯息，然后如果大家有发现有收到什么新的海缆的事情是值得分享的，可以丢给我，然后我也会发到这个频道上。那我们希望就是这个频道可以让大家就是方便的，就是去传递资讯这样子。然后如果想要支持我们相关的海缆研究的话，可以在 OCF.TW Support 去捐款支持 OCF 的海缆赞助。好，然后我们先给 Singing 一点时间来分享 OCF。其实在海缆这个主题上面也有一些相关的计划。那我们接下来先给 Singing 一点时间，让他分享一下。好，那我先把 OCF 的投影片拉出来。你的投影片在哪里？好问题，在你那一页。哦，在这，好，然后把它拉过来。拉不过来。哦，有出现了。好，我把它按可以。好，那让换心怡来这儿。好，
嗨，大家好，我好久没有来网络自由小区了，但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在 OCF 除了 Irvin 申请的 APNIC Asia Fund 的案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计划，那预计大概是在今年8到10月之间会有一个产出。那专案内容分3件事情，作为一个开源社群，我们还是希望有一些工具开发的方式，那我们会开发一个韧性服务检测工具。那刚刚大家听到 Irvin 其实做的都是比较偏向网站类型的，那我们在想说，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大家的手机 App。手机 App 会不会也在海缆或者是说有国外国内连线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用一些支付啊，或者是查网路查铁路公路到底有没有问题的这些 App 资讯，那我们就想要开发一个检测的工具。那待会会有个小小的 demo，目前的 prototype， 然后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那另外就是海豹做的那个 project 海缆地图，那我们也希望可以 support 它，那可以让它再做一些新的更新。那主要目前的网站其实比较偏向给工程师们看，就是我们大概跟几个比较大众一点的去聊，就是这个网站上面其实对于大众来讲还是比较难理解内容，所以我们也跟海豹有讨论，那预计希望可以更新一下网站，那让它更亲民一点，然后可以是更多使用者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了解海缆，然后甚至是一些概念是什么。那下一个事情是我们有了这个检测工具之后，我们就要针对 App 去挑10个关键的民生数位服务去分析。那这10个，我举个例子，就是例如说 LINE 是大家最常用的通讯软体，那它到底会不会连到日本，还是其实在台湾的环境上面就可以做连线？那这个就是我们也要一起讨论说哪10个是我们作为 App 的关键的民生网络，然后以及我们在无论是海报或者是我们在做这个关键基础建设，我们到底资料怎么收集，然后方法的公开。那作为 Open Source 社群，我们就希望说这个 mechanism 是可以开放，让其他人也可以一起使用跟讨论。那最后一个就是，我相信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就是海缆这种东西太基础建设了，就是它平时也都很难。其实如果没有最近这样七七八八的断掉，我们其实没有在乎过这件东西。我们可能顶多听到的事情是我身边的工程师朋友说：“这个中华电信出口变慢了。”那我能做什么？就是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会骂我们家的工程师说，到底是你把网络改得太烂，还是中华电信真的出了问题？那这个常会有这样的东西嘛？那我们希望可以从科普的角度来让大家知道说网络基础建设的一些101或 ABC， 然后让大家可以了解说，这个海缆连到你家之前还经过了哪些地方？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就讲说有这个韧性服务的 Wireframe， 我可能需要你帮忙，你的电脑我不太会操作。好，我可以跟大家介绍这个 Wireframe，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可以用这边的好，我以为要用那个滑鼠。好，所以这个会投出去嘛？对啊，出去。好，先讲目前这边的资料是测试资料，就是实际上面有用手机来做一个测试资料。那目前是先画出一个 wireframe， 然后想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的想法就是，透过 DNS 让手机连上特定的 DNS， 然后我们去记录 DNS。那如果像我们这样开始的话，应该就会跑出很多的资料出来。那在这很多的资料，我要怎么往右？好，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个网站的 IP 位置 ASN，然后
地理位置会不会出去，然后甚至我们也会帮这个像 App 去给予一些说明，然后会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天下午其实也讨论到一个有趣的实验，今天下午有跟几个朋友讨论，我们有趣的实验是，说不定我们也要看看会不会跑到中国去，就是我们的连线上面是不是会绕去了中国？那什么时候会发生这件事情呢？就例如说，我的手机里面有装一个小米的 app，那是不是它的伺服器是放在中国？那这也是可能是一个使用的状况。那像我这边，我们刚刚这个测试案例，其实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同时之间在手机上面去点了很多个 app，所以它就可以捞到它的连线，然后 IP 位置，然后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出口，到底在台湾还是有出去。那同时之间，到最后你有另外一个使用方式，也可以是你把所有你的背景，通讯都清干净之后，你就单一看一个 app。从假设说我进去 LINE 里面，我点了对话，那对话到底是会在台湾里面就会完成，还是它会连线到日本的 server？那我如果点了 sticker，它到底是怎么样？那如果我点了 Line Payment，那个 Line Pay 到底会是怎么样？就是你可以去测试不同种功能，然后去挖掘它到底会不会跟国外去做有没有需要出口到国外去做连线？所以现在目前都是一个 prototype。那这个 prototype 也希望可以产生一个报告让大家使用。我的 slide 呢？它在上一页吗？我的 slide 哦，应该在左边Google 简报。哦，好，那这一个到最后也希望是会有一个检测报告，那就可以让大家特定的去看到你到时候跑的东西的一个检测报告。好，那基本上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想做的一个方式。那接下来大概就是1月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使用者需求访谈。然后接下来预计希望可以在4月的时候完成这一套检测工具。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去挑哪些是关键的 App。那你如果对于我们的计划会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关注 OCF。然后甚至有兴趣讨论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我记得今天在现场 OCF 的伙伴我，然后还有 Rock。当然找Irvin也可以，就是我们都一直在讨论这些事情。好，那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目标，这样。好，感谢新莹介绍了一下 OCF 目前在海缆上面的一些方向。好，那我们先切回来，你这个 ESC。切回来我的投影片。好，那接下来，想先问问看现场的，就是现场的朋友们有没有其他跟海缆有关的研究想要顺便广告的，或者是跟网络韧性，就是通讯韧性有关的东西有想要分享的，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有吗？哦，有吗？比较不是网络，因为我们协会有做一个专案，是用无线电连线。哦，好。真的断联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使用比较传统的方式。对，那我们你有兴趣到这边就是可以来这边，然后跟镜头前面的一起讲吗？然后介绍一下说你是哪一个协会，然后目前的这个计划，快速的介绍一下这个计划，这样子。那就坐着然后凳子讲哦，要我那边可以你这样开投报自己，所以哦，好，哎，你要可以开，可以开我们的那个页面吗？哦，在这里啊，怎么样？还是你告诉我，我帮你开啊。可以分 IG 吗？有，登 IG 有，但是可能很困难欸。等一下我们连接直接 key 连接，我只那个，你们没有放在官网对不对？嗯，
我们比较多在经营社群的部分。没有，你数位外交协对会，是台湾数那位外交就打个数位外交协会就好了吧？然后先用口头讲吧。好，就是我们的计划目前已经进行到，就是要跟挪威那边的高中生和宜兰的高中生两边去做无线电的串联。那就是那个近期就要去发射无线电的讯号，就是在下礼拜3，1月21号。对，那我们这个是有一个募资的活动，就这个，对，没有错。对，就看这个就好。台湾北极。对，因为挪威就是这个地理位置，它是刚好跟俄罗斯是相连，那他们就有一些军事的港口。那宜兰这边也有苏澳港，它也是有军事相关的，那就是有战略性地位，所以我们去做这个串联，就是一方面去串联试试看台湾的那个无线电韧性，然后也试试看彼此之间这样子沟通是不是可以去做运作这样子。对，哎，不是这个，那可以回去吗？找不到滑鼠，不好意思。这里，在这里，回来这，然后回来到这个，对你要点进去吗？点得进去吗？啊，对，这个是我们的募资页面，就是如果各位有兴趣看我们的更多资讯，都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募资页面去查看。那我们这边就是想说，如果高中生可以做到无线电连线这件事，那我们一般大众也都可以做得到。所以是希望透过这一次的计划，那我们会拍摄纪录片。那纪录片播映之后，也希望可以让这件事情推广到台湾的可能高中的教育，就是用国防部的那些国防教育去做这件事情。对，那我们也有申请国防教育司的一些补助，这样子。那也有跟中央广播电台去做合作，就是因为无线电讯号有这样的距离还是相对遥远，所以就是比较多是用打摩斯密码那种简单的传讯方式，是对高中生来讲相对简单。那如果要讯息就是比较完整的，像这样子讲话的音讯去传递过去的话，我们还是以用广播的方式直接打广播讯号过去，这样子让他们体验。对，然后他们就是做宜兰的文化交流跟挪威的文化交流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案子目前还在募资中。对，还在募资中，我们应该会持续募资到3、4月左右，因为我们纪录片也还在拍摄。好，如果大家想要就是抖内或者是对这个案子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数位外交协会，然后就是从首页就可以进得来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数位外交协里面有一个 AI 插盒工具，是。我们那个跟海缆没有关系，跟通讯热线没有关系的话，我们等下会后再另外发问这样子。可以。好，那我们有做募资回馈品，是打火石，推销一下，就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而且是防水的。对，没错。好，好像可以放到你的那个避难背包里面去。是的。是一个不怕泡水的引火的工具。好，好。那我们在上个月的任性松其实也有分享了，就是大家的家里的避难物资，然后就带一些就是避难物资到现场来分享。所以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来周日的任性松交流一下你的避难物资，然后就是还有你有没有买大电池啊，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这样子。好，谢谢你，谢谢。好，那我们就再回来到就是海缆。接回来。OK， 好，那我们就先问问看现场的，就是各位有没有针对我们这个海缆的研究，或者是刚刚 OCF 的海缆的OCF 的 App 的通讯韧性检测，然后或者是就是后续这个数位外交协会的这个无线电的这个专案，大家对于这几个专案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提问？你的 slide 呢？现场的话，然后或者是就是线上的话，如果有提问的话，线上可以发到 Slido 1936990这个房间。那我来看一下有没有线上有没有提问，拉过来。会，Slido 1936990，哎，怎么有一个连结？这连结是什么？
这连接这样很可怕。我们需要就是点进去吗？它会不会就是社交攻击？哦，它是另外一个研究，这是跟那个有关的研究，我拉过来给大家看。神秘现场或者是线上，线上没有办法，现场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不过看起来是跟那个有关的。这是什么？哦，country in the middle, pass between people and the government。哦，这个跟那个 OCF 刚刚所提的其中一个 prototype 有点类似，就是我们 prototype 里面，我们另外那个计划的 prototype 里面会想要做让你可以直接点哈，你帮我点。会想要让你可以直接就是一键看到你跟目标网站的连线中间经过了哪些国家这样子。那这是其中一个构想，所以也是有点像。我看一下能不能找出那个 prototype 了。这个吗？哎，对对对，那个。这个在哪里啊？你的入口在哪里？是不是在最右边？没有右了。没有啊。还是点那个玉米？直接点这个吗？ Yeah。哦，有诶，哇，去了美国又回来。这个是那个啦，这个是假资料了。不过大概概念就是这样子。哦，这是真资料。哦，这是真资料。所以这个什么，哦，预录资料不是 live 的。对。哦，所以这个网站打开的时候已经去了美国，然后又到了日本，然后又回来这样子的意思。哦，又到了新加坡，又到了香港的意思。好，那就是后续这个工具上线的时候，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说你跟目标网站到底中间去了哪些国家这样子。就是可以看到很有趣的，就是台湾到香港，结果现在还要先去美国一圈之类的。所以海缆，就算我们跟香港中间的这条海缆没有断，那但是到美国的断了，它可能还是会变很慢之类的。好，那这是一个。那我们再回来看看 Slido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其他的问题？哦，太多视窗了。哦，没有了。现场有没有其他人有其他的想法、疑问，或者是或你有想到什么？就是你想要知道的数据，我可以立刻去，就是从我的那些数据里面立刻去挖。我想问问题是，你可不可以试着去试看那个中国的夜市网站，那个看看它网站位置是在国外的网站，还是美国网站，还是中国的？你只要给我一个 domain，我现在也对吧？你只要给我一个网址，我现在就可以立刻就是跑看说，但是它在哪里这样子啊？像假设随便来一个网址，大家随便喊一个网站，百度，好，百度，我现在就是可以直接用我这个工具立刻跑一遍，看看在哪里。那百度对了，ris，对啊，有了，no connect no global connect js， 然后直接 bidu， 百度是 bidu.com 吗？网址是不是 bidu.com？ 哦，.com 好，然后 bidu.com， 然后它立刻就会开始检测百度.com。看到。卡住了。哦，有，收集到96个请求，总共有12个唯一域名，全部都是境外。我应该用 debug 模式啊，才会有更多资讯，支持 debug。对，其实我这个工具就是长这样子而已，就是，我没有投出来哦。哦，大家在那边看白画面。其实它就是这样子，就是我下一个百度 .com， 然后它就会去抓清单，然后开始连线，然后它就把所有百度首页的连线全部拉出来。然后全部拉完之后，它就会整理所有的连线，之后，找出所有的所有独立的网域，然后像是有几个有百度 .com、mbd 点百度 .com， 然后 sp1 点百度 .com， 然后去看
它的所有的这些网域各自是从哪里来的，像这个是 CN，然后这个是 CN，然后这个是 CN，然后最后再统计出来说。它有百度大抗开启的时候总共有12个网域，然后这12个网域全部都来自境外的直连，所以就是全部都是境外这样子。然后他写直连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清单里面没有百度的云的那个的资料就是了。我有一个常见公有云的清单，然后他会去比对那个清单。哦，这个就是这个工具的检测的流程这样子。好，所以接下来我就会把这个东西放到那个网站，放到GitHub 的网页上面去，让大家可以直接去查，说我目前检测过的这1800的列表里面大概是什么样子，大概就是你就可以随便打一个网址，然后看有没有被检测过。然后如果没有被检测过，那你可能可以去 OCF 未来的那个网站上面去让它去跑一遍，这是我们的想法。好哦，那我再回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 Slido 的问题。哎有。如果目标在国内 trace route 到国外绕一圈才回来，这样算国内还是国外？在我的检测工具里面，它算国内，就是我看的是它的来源，最原始的来源在哪里。然后，但像是如果资源在国外，然后它经过它走了一圈，然后经过了某一台湾的 CDN，然后从这个 CDN 再到你手上，那就是国内。所以我看的是这个资源的出处在哪里。那如果出处在国内的 CDN， 那是在国内；然后如果出处在国外，在国内，但是绕了一圈，它还是在国内。所以这个是我这个的检测限制，我这个工具的限制之一。那当然也可以，就是再去看每一个资源的 trace route 啦，但是就会非常慢了。我现在这样子跑一遍，2000个网站全部跑完一轮，大概要2个小时左右吧。就是它是一次跑4个网站，4个网站平行跑的，然后整个跑完大概要2个小时。好，那下面还有其他问题吗？哦，半，我操，没有其他问题喽。哎有，我看了一下去年6月的那个记录，面到人类到 DNS 可不可以 cache 这件事情，请问当时的答案是什么？哦 ，DNS，你要重复一次。哦，就是去年6月的讨论里面有讲到，就是网络韧性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是 DNS，就是假设我们台湾对外断掉了，那你中华电信的你就是你用 Google 的8888可能会动，可能不会动。如果它是从 GCP 出来，它可能8888连得到，但连得到它到底查不查得到记录？因为 DNS 如果你在台湾的机器查不到记录，它会再往上一层查，就可能在国外。那如果我们对外整个断掉了，那到底1689511中华电信的 DNS， 或者是8888 Google 的，或者是 Cloudflare 1111，就算它 DNS 的机器在国内，那到底有没有会不会动？那我们目前还是没有还是没有答案，就是这个是必须要那一个 DNS 的营运商才知道这个答案，这样子。就是 DNS 的机制上是它会 catch 的，但它会过一阵子就会清掉，然后再去更新，就是最新的位置。那我们不知道它的 catch， 像是中华电信的 DNS catch 到底有多久的时间？那台湾对外假设断掉3天好了，那它3天内会不会就是被清掉？那或者是他有没有办法临时在那个时间点把它手动调成，就是在对外连线恢复正常前都不要被清掉，这样子。所以 DNS 也是一个，就是网络韧性的一个可能的弱点。那但是它就跟我的研究一开始所讲的一样，就是云端3大云在国外连线挂掉的时候到底会不会动？也只有3大云知道。那 DNS 到国外连线会不会动？也只有就是 DNS 的运营商跟知道，那或许大家也可以问一下 TWNIC 啦，就是他们可能比较熟一点，但是对，从我们这个角度是不知道答案的。好，那还有什么问题吗？都没有了，那我们就要结束今天的直播喽，1个小时了。啊，对了，哦刚刚那个地图是不是说我只要输入一个网域就可以直接显示出它在哪个节点，还是只能看指令？问题是就是刚刚 OCF 的那个 prototype 的地图是不是
后续是不是可以让你自己输入网域，然后让那个网站就会告诉你说它会经过它会去经过哪些地方，然后或者那个它不是这个网站主要的功能，嗯但是其他服务有提供。你如果想要了解 TraceRoute 的话，你在网络上面都有找得到别的网站会提供这样子的服了解务，所以那个是自己可以打的。嗯所以你可以打，例如说杨交大的网站，然后去看说他会不会出去绕一圈之类的，还是他在台湾就自己跑完了。嗯对。好，有个匿名的朋友留下讯息是说，配合电信商的 P10问题，就是融合 TraceRoute 的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数据，对吧？目前我的数据是连线的 connect，连线的 request，所以就是我现在目前我只针对无法判断位置的公有云做拼，所以我只有 ping 的数据。那再进一步，如果要再做下去的话，也可以去做 TraceRoute 之后去看所有的连线的路径有哪些出去国外，这样子会更精准。然后，对它就是一个可以继续延伸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样子。到目前我的这个研究可能会就是暂停在目前的这一个阶段的研究方法，然后开始去做一些就是资料整理，然后还有就是写成文本的研究报告的工作。我想到我们忘记讲3月的活动。哦，3月的活动，3月有什么活动？3月我们刚刚讨论的。哦，好，3月底应该是在3月25号，我们会举办一场，就是我们会协办一场，就是跟海缆有关、海缆韧性有关的半天的讨论的活动。那也欢迎大家先把3月25号留下来，3月25号下午留下来，然后等到有更明确的活动资讯的时候，我们会透过就是几个频道再分享出去，邀请大家来这样子。好，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点就是3月25号，然后这个礼拜日有韧性松，然后3月25号有个海缆的讨论的活动，然后5月25吗？GME Summit 5月24、25吧。就是接下来的时间点是这3个时间点。然后那刚刚就是说时迟那时快，刚刚已经宣布就是 GME Summit 的征稿已经延期到25号半夜12点了，就是官网正式公布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投稿，就是跟海缆有关的议题的话，也可以5月23、24也可以，就是在1月25号半夜12点前投稿。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就是5月一起在这边再做更多的讨论。好，没有。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活动要宣传的？跟开放文化有关的，跟 open source 有关的，跟网络自由有关的，要趁机一起宣传一下。好，那问问看 Rock， 我们下个月的时间大概会是哪一天？下个月小聚，其中一天吧。2月底礼拜4嘛，26吗？还是2月26，2月14到22是年假，所以我们可能会是在2月26号是下一场的网络自由小聚，然后会在这边晚上7点，然后大概90%不会有直播，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来现场一起来参加下一场网络自由小聚。会讨论什么？我们有一个方向了吗？哦，2月的小聚还没有方向，大家如果想要讨论什么议题的话，可以一起提。欢迎投稿。什么也可以。然后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分享的研究，也可以来这边分享。好，那我们就把直播关掉喽。刚听到一个好，那我先把直播关掉。